像我本身是个急诊科医师，但是现在其实我是有 full-time 的 medical educator、part-time 的 physician， 所以台北医学大学医学模拟教育中心是我的一个办公室这边，然后这个医院的模拟训练也是我在负责。那我们整个团队来说呢，基本上我们要先感谢 Paul Fromphurst， 因为在我们一开始整个的我模拟中心建制都在 Paul Fromphurst 的盖的下面，然后我们走到今天。那也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我们台北医学模拟教育是就像 Paul 讲的，它有一个所谓的 SSH 的 accreditation， 那它其实是有点类似像你们的 ISO 或者是医院的 JCI， 他们是有评委来这边，当然不是看我们的 facility， 它是看我们所有对于验证的方法学，然后你的 assessment 的能力，或者你设计教案的能力等等这些，还要看你这些人原本是怎么训练的。那他借由他们的一些标准来，我们来告诉人家，我们达到这个。那我们是目前台湾唯一通过的一个中心。那我们说这是 T1。那后来我们也荣获了是一个卓越模拟中心奖，这是一个 AMI 是一个医学教育的权威的学会，他们每年也参加的大概有4-5千人参加他们的会议。那这个目前到为止只有亚洲我们得到这个奖项，所以我们是从 T1 到 A1。通常我讲到这个应该要点鼓掌吧，也就代表说我们的这个中心不是只是成立而已，我们还达到世界的要求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做很多事情要符合模拟的方法学来做。那我在想说，为什么能做这件事情？第一件事情是，我们是一个被国际认同的权威中心。就例如刘医师，他当时他们写报告的时候，他们里面有一栏要填的是谁帮你做这验证，然后他们背景是什么，我们直接把证书附上去，他很好回答这个问题。否则你还要跟委员说你找谁做的。那我们这个变成说，我们不是只是台北医学大学，是一个国际评鉴通过的中心，那他们对你的能力就已经能够完全的去理解。那再来就是跟大家去分享，今天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外面有所谓的模拟开刀房、模拟交病房，但那个不是重点，因为大家都可以设置场域，重点是我们对于验证的设计。那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面，我们除了说我们有这样的设备之外，跟吴医师，那其实还有一个在上班的谢医师，我们4位医师是被 Paul 他们训练过，我们算是 simulation expert。那我们的专业是什么？我们在设计 scenario。那设计 scenario 不是只是说你有个病人你要怎么样照这样。以刘医师的那个案例来说，他当时里面有个风险出来，就是病人辨识是他这个系统的一个风险因素。那所以我在设计情境的时候，我们请了10位病理科医师，但我在他们要操作10个案例，这10个案例里面有2个 case 就是病患的名字是错的，10个都有找到这件事情，所以他们在回复风险情况的时候，他们直接就回答我们的系统设计病人辨识的风险已被克服。那这是我们当时就要帮他去想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。所以我们跟 CRO 公司他们去找出风险的时候，我们的专业是什么？ Simulation Scenario Design。 那这个为什么这个 design 很重要？等一下会再跟各位讲。然后再来跟各位讲一件事情，各位如果想要进去这开刀房，你觉得要多少申请？在医院的，我们这里你只要付租金就可以来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这里模拟验证不需要 IRB， 而且重要的事情是，我可以帮你们邀请来是真正的 healthcare provider。那我们这种教育中心有个好处，因为我们提供教育给各科室，所以每一科医师我们都很熟。你想那时候他那个病理科是很少能够找到，我们还是一样，因为我们教学部原本就是跟各科部都有一定的连结，而且我们知道哪个医生来是会给你认真做，你们笑得很像。我们有遇过有很多去什么所谓的学校的育成中心，然后到大包、中包、小包，然后做来的那个医生，他也不知道他要来干嘛。
我们当时挑选的时候，我们会知道谁会跟我们配合。那我们请他的时候，我们很清楚知道他今天的任务。但我先跟各位讲，但是你们钱要给够。真的、你让他觉得他在这里是在 contribute 他的专业，而不是在把玩你的东西。因为没有把玩，我们是像那个他就做10个 case， 他们花了一个早上3个小时，就是他们工作的流程。那我们觉得这样做，你又不用 IRB， 你可以征到 intended user， 这是我们中心可以去帮大家做到优势。好，所以这专业临床使用者参与这2件事情，可以帮大家解决很多的你们可以。接下来未来会跟大家讲的就是，为什么我今天请了这2位来？这是因为我们跟他有一个我们是一个 partnership， 就像 Paul 他们说他每年来，是哪边的声音？好 ，OK， they have a long drill simulation no fire。好，那为什么这个国际链接对我们很重要？其实如果你们刚刚去想，像毕凯他们自己就设了中心在各个国家，但是不见得每一个 startup 有这个能力。但是我们因为在世界模拟医学会，我们有很多 friend all over the world， 所有的 international simulation center 都是我们的一些好朋友，我们可以直接去找到，而且我们认为是会专心帮你做这件事的人。其实这2位讲者在之前我们都一直讨论过这个议题，他们也一直觉得我们可以去做合作。好，那反正我们有这些理论，但我想最重要什么是模拟方法学哈？我们会运用适切的拟真度，然后我们要求的是他要进行任务的操作。以前你们很多时候找到医生是帮你把玩，拿起来摸一摸，但是就像毕凯讲的，你的 flow， 你在用之前、用之后这件事情，你是需要一个任务，你唯有让它完成任务，而且像任务下的情境完成，你还看得出事情。所以我们会设计任务。那接下来所谓的锚定事件，什么叫锚定事件？我们会设计一个情境去验证出这件事情。例如，假设像毕凯刚刚讲的，他们那个床垫，那要泄气这件事情，你在 Alpha Test 的时候，你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他在哪里就去按。我们在做是 Beta Test， 我们会设计这个情境，我会跟所有护理师说，等一下你要什么任务就照顾这个病人，要帮他翻身。然后等一下，请你照着临床使用再做。我跟你说，他在照顾病人一半的时候，病人就要 CPR， 你就会去观察他找不找得到那个。那我们就会去设计那个 CPR 事件发生就是锚定事件。所以我们的 simulation expert 最厉害的就是我们去找到我们叫 learning objective 或者是validation objective。那你要验这件事情，你必须要设计一个情境来完成。就例如病人辨识是个问题，我就要让10个里面有2个名字是错的。那这件事情，因为我们平常在做 simulation 下，我们很会这个事情，所以我们设定锚定事件之后，我们就会观察成效，然后之后整个过程，我们有我们的方法学，我们去记录，然后我们会甚至给予你一些回馈。这是我们模拟中心可以帮忙大家做的。好，那我来讲这件事情，其实这个图就像大家花很多时间在这里功能验证，因为大家都觉得 FDA 是最重要的事情。那我举一个，刚刚因为反正毕凯用这个例子，我觉得很简单。在 FDA 里面，他只会问你有没有一个泄气阀，你说有 ，FDA 就给你过了。但这泄气阀设在哪里，他不管，他不会管你泄。但是你在这外形设计的时候，你需不需要在进入大家都说我临床实验的时候就知道，但我跟你说，等你进到临床实验才知道，那都太晚了。
因为 FDA 它只管你有没有泄气阀，它不会管你泄气阀设在哪里。所以你有没有考虑，在你进去临床试验之前，因为你要 deny freezing， 因为你送进去之后，你外形不能再改，你有没有考虑先来我们这里去测测看，哪一个是最容易找到的那个阀门，设在哪里最方便？那这样子，其实这里我认为你这边参与 simulation 是因为你可以更贴近市场，否则你拿到 FDA 通过之后，你那个阀门是很难找到的地方，你在市场上你是会被淘汰的。因为我们在 simulation 帮你找到的是 intended user， 然后他们在用任务来去测试你的这样的设计，在他工作流程上顺不顺手。那我觉得用这样的角度切入，可以帮大家省更多的时间跟金钱。好，那反正 FDA 都有告诉你，都要用 simulation 来做这些。好，所以我觉得一个模式是这样子啦。我们用举 WISE 来说，其实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？因为你们说，如果你们要拿 FDA， 到最后那个签证都是要在美国。当然，各位可以说，好，我们直接去找 Paul 去做一个这个 validate。但你想想，他从设计 protocol 就开始帮你计价，你要派一组人过去跟他讨论，请问这个成本是多少？你去想一下这件事情。但你终究希望有一份 FDA 的这个 human factor 的这个 formative simulation 的 validation， 你希望因为还是要美国嘛，所以其实他们两个一直在跟我谈的事情，反而是一个，你把所有 protocol 设计的这个最繁琐的事情，在台湾完成，我们可以去把整个 protocol 设计完，到时候我只要寄给他们一份说，你就请你找5个医师，每个医师要20分钟做 A 做 B 做 C 这些事情，我把这个 protocol 送去 WISE 他们就只要执行。那在执行这，他预算很快就可以算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 pilot run in Taiwan， 你可以知道这个你的 simulate scale 多大。就如同等一下有人一定会问我说：“哎，你们这样费用的？”我会跟你说，我没办法直接告诉你，因为我要知道你的 scale 要多大。所以如果你直接跑到美国，你会出现问题。你们光在 back and forth 说：“哎，这个 budget 怎么样？”然后他会说：“那你必须开始跟我谈，谈完我才知道设计出来你需要多少医生、多少护理师，要多少时间。”哎，你要知道你在跟他谈的这边，他们已经开始 charge 了。那你随便送个 protocol 给他，他也不见得要收，因为他问说谁设计的。那我们的好处是什么？我们都是兄弟，甚至他是我老师，我设计的东西他会认。对他来讲，他也很想做这件事。他说：“那个设计这一块很繁琐，你不要来烦我。你把 protocol 用好，送到他那边。他说：‘哦，要5个医生。’每个20分钟操作什么什么事情，好，就照着做，做完验证报告出来。这件事情有个好处是可以帮大家节省时间跟你们有限的金钱，然后把这里设计完之后，由在美国去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建。那今天我们可以请他们来，是因为 they are in 在这个 BC model 里面，他们已经进来。然后我们也先说，就像我们刚院长说，我们是要做一个产业创新型的大学。对我们来说，这些在我们台北医学大学，我们像是个学校，但是我们对于 business 这件事情是很自由的。这是我们学校也希望发展的一个 business model。所以有跟大家讲，未来因为你们就会说，今天把大家找来这里，你们有想，那我们可以帮忙你什么？所以我们可以帮忙的就是用我们的方法学设计出你们要看的东西。不，即便你们可能是在 protocol 之前，你们想知道哪个 prototype 最适合，这也可以做。到后来，你们甚至要提交的 human factor 的 FDA 的文件里面需要回答的一些问题，我们也可以做。所以我只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参与在这一块，让你们更到最后贴近市场。
OK， 好，谢谢。